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身边如果有长寿之人，我们就会忍不住去思考观察他的长寿秘诀，还会对照他身上的一些特征。如果自己身上也能有，就会有点开心，觉得自己也会离长寿比较近，可能是长寿之人。不得不说，观察长寿之人确实能从他们身上找出一些共性，对照自身看一下，如果能够符合，或许真的有长寿的潜质。乔大爷是健身广场上的红人，他经常表演拿手绝活，赢得大家的掌声。他从年轻时就跟着父亲习武，不管是刮风下雨，一天都没有落下过。现在虽然62岁了，但是依然能够做得起一字马后空翻，周围的人非常的佩服。俗话说，筋长1寸，寿长10年。乔大爷一看就是个长寿体质的人，对此乔大爷微笑不语。人人只看他表面的光鲜，却不知道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少。而且自己习武也是为了强身健体，并非为了其他。长寿体质的人身体往往有5处较远，看看你占了几个。第一处，脚上的筋。年纪越大，脚就容易发凉，从腿到脚都是僵硬的，这就是因为脚上的筋变得僵硬了。脚是人体的根，养根就是养命，滋养好这条根，身体才有足够的精气，不容易衰老。平时我们用拳头按摩脚底，踮脚跟或者是2脚对拍，每根脚趾也要按摩到，促进气血充足，脚上的筋就会越来越远。第二处，血管。人体布满血管，正是有了它，血液和养分才能够奔向身体各处。但是在不良习惯、烟酒、衰老的影响下，血管不可避免地出现坚硬的情况，引起血压升高。有的中老年人因为血管破裂出血而引发严重的病情，60岁后血管没有硬化或者是堵塞情况，心血管风险比较小，令人羡慕。守护血管健康，关键在于降低坏胆固醇的水平，同时还要戒烟限酒。第三处，肝脏。我国乙肝患者众多，病毒会损伤肝脏，加快肝脏的硬化进程，因此要规范抗病毒，同时还要科学用药，避免药物成分损伤肝脏。如果出现腹水、面色发黑、黑便、贫血等的情况，可能是肝硬化或肝癌。而长寿体质的人，肝脏通常很健康，修复能力和解毒能力很强。平时我们要注意养肝，多吃有利于肝脏的食物，适当运动，不要总让自己劳累生气。第四处，脖子比较远。有颈椎病的人，脖子就像打了石膏，低头转头都十分僵硬，到达了一个角度就再也不能动了，而且还会沉僵，连带着胳膊和手指都发麻。脖子僵硬时间久了，会影响头部的血液供应，经常会头晕眼花。而脖子比较远的人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比较小，血液供应更充足。第五处，脾气远。脾气远不是说像柿子一样被人拿捏，而是指这个人的心态比较好，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。经常生气的人会损害肝脏，还会对睡眠、内分泌造成影响，久而久之，身上的疾病就会变多，对寿命产生影响。性格脾气好，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态，凡事往好处想，他们的身体不会太差。以上5处有缘，希望大家占得越多越好，能占2个以上，足以令人羡慕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获得呢？1. 肌腱柔软有弹性，需要长期的坚持运动。40岁后，肌肉力量逐渐衰减，肌腱也逐渐的松弛。如果没有运动锻炼，患者很难抵挡疾病。经过运动，肌腱的柔韧性有所提升，肌肉也得到加强，患者的死亡率、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、骨折的风险都可下降。2. 改善血管和肝脏健康，我们从健康的饮食入手。老年人营养过剩或者是营养不良，都可能导致胆固醇过高，诱发脂肪肝。因此，均衡科学的饮食结构非常重要。
果蔬、纯谷物、乳制品对血管的损伤比较小，每天可以换着花样吃。而鱼肉、虾肉、猪瘦肉、鸡蛋等的荤菜也需要适当的食用，保证有足够的能量。优质的肉类不会增加肝脏的负担，反而会促进肝脏修复。2、60岁后有事不想，别再和自己较劲了。1、不要再想熬夜了，年纪大了要少做损阳的事，晚上要早点睡觉，促进阴阳的协调，保证每天睡眠充足，晨起时没有头晕、胸闷、心慌、乏力等的现象，说明身体睡好了。另外，在睡眠时，机体会自我修复，对于炎症和慢性病都有帮助。2、不要总想着省钱，节省是美德，但要看在什么方面。生病了看病治疗不能省钱，身体不舒服了体检不能省钱，平时炸过春卷、油条、鸡腿的老油不能省，要及时的倒掉。一日3餐不可过度的节省，可以种类多一点，分量少一点，让自己吃得全面又不会太撑。3、不要想着保健品能够代替药品。人老了难免会有高血压、高血脂等的问题，有的老人平时很节省，却把省下来的钱拿去买保健品来吃，乱吃保健品有可能会造成肝肾的损伤，还有可能买到假冒伪劣产品。老年朋友要理性对待，生病了正规治疗。4、不要想着运动治百病。老年人适当运动是有助于提升身体素质，但是不代表运动是万能的，而且不能和他人攀比，过度的追求步数。如果和自己较劲，有可能会走伤关节。运动只能辅助改善疾病的症状，不是万能药。真遇到了问题，还是要到医院规范检查治疗。有长寿基因的人令人羡慕，但是那样的毕竟是少数。大部分人想长寿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，需要从生活的细节入手。例如，先改变自己的心态，不要和自己较劲、生气。再比如说，从今天开始爱上运动。其实对长寿不必强求，只要自己觉得过得幸福，就算是长寿了。毕竟有的人虽然长寿了，可身体条件并不是很好，可能需要长期的卧病在床，也就需要他人照顾。这种长寿其实属于增加别人的负担。如果遇到不孝顺的子女，晚年可能过得并不是很幸福，即便是长寿也不开心。老实来讲，对于长寿这个事情，也不必过于执着。其实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会更为实在，一直都能够保持健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不必对于年龄过分纠结，与其关注年龄，不如多关心自己的身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